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立委李胜峰，大家好，还有淡纳财经系教授聂简中。观众大家好。好，现在全球局势最紧张的就是伊朗了。我们来看到美国到底会不会对伊朗来动手呢？好，之前呢，这个川普说呢，未排除美国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是他说他们会持续的观察整个过程，好，传出24小时内就有可能去攻击了。但是呢，川普他说要先来观望一下。而现在呢，处决这个示威者暂缓了，川普还是不排除动武。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呢，它也关闭了领空，而且部分的美军也都去撤离了中东。但是呢，在关闭领空5个小时之后啊，目前呢是重新开放领空的。但是说到了这个现在呢，军事基地呢，很多美军都陆陆续续的被建议撤离了，像是卡达的军事基地哈，这个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很多的美军呢人员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来撤离了，而且呢，不仅仅是这个美国，在英国的部分啊，也是陆续的在从卡达的空军基地来进行撤离，而且呢，现在外媒也曝光了，说啊，美军的南海航母呢正在全速的移防哈。消息人士透露呢，五角大厦正紧急的将原本部署在南海的航母打击群调往美国中央司令部的辖区，以因应当前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那么此次调动的航空母舰呢是林肯号，它搭配了至少1艘攻击型潜舰等多艘的其他舰艇。好，美国已经做好了这个可能要动手的准备，但是伊朗是没有在给你怕的哈。我们来看到啊，伊朗的国营电视台呢，在14日呢是播出了川普在2024年在宾州演说遭到枪击的画面，而且还打上字幕说这一次子弹不会射偏，挑衅的意味非常的浓厚啊。而且呢，这个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航空司令部的司令他也说了，说伊朗当前呢是处于最高战备状态，导弹的储备量呢是自2025年以来有所增加的。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川普已经取消了跟伊朗官员的所有的会谈嘛，所以呢，伊朗高级官员就说啊，现在啊，美伊双方呢直接沟通都已经喊卡了。而现在呢，这个伊朗他也是直接去说，如果你美国敢开战的话呢，那我们是100%绝对会报复的，而且报复的就是你美国跟以色列。所以现在以色列最高的戒备防空系统呢都已经开打了。而至于大陆官媒是怎么评论的呢？牛弹琴说啊，伊朗确实是想谈的，但是美国更想打，气氛烘托到位。不开打呢，其实川普是没台阶下，但打了又会引起流血冲突，一旦战火开始，什么样的结果，谁也说不清楚。但是真的打下去就开战了吗？哦，现在专家也警告了，说啊，美国要打伊朗的话，其实是比打委内瑞拉还要更加的危险哈。这个是这个华府的智库的学者说了，说啊，这将视为如委内瑞拉或核计划的案例的话，就是大错误的框架，必须将其呢视为是一场战役，因为伊朗比委内瑞拉更大。更具战力，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军事强国。至于呢，在伊朗的中东宿敌呢，通通都希望说美国不要打，像是沙国、阿曼还有卡达，都向美方表达反对推翻伊朗政权的立场，说呢这样的举动啊，会扰乱经由荷姆兹海峡的原油运输航线，惊扰油市啊。最终呢会伤害到美国经济，而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呢？好，中国呢说他们一样是反对外部势力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不赞成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者是威胁使用武力，希望各方都能够多做有利于中东和平稳定的事情。好，其实这个中国跟伊朗的关系呢是比较紧密的，但是这件事情呢，他也没有去太过挺这个伊朗，但是啊，这个川普的观望会观望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来请亮哥来分析。我觉得美国陷入一个难局了，就是说没有明显的内应嘛，没有内应你要打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比如上次美国去炸，那个就用 B2 去炸伊朗的核武设施，所以用那个重磅的钻地弹，那个目标很明确啊。请问你这次的目标是什么？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个抗议的民众形成一个可以取而代之现有政权的政党，或者是一个运动联盟，没有啊。
那难道你要以库德族为目标吗？库德族是伊朗内部的分裂的力量，怎么可能要来推翻波斯政权啊？那岂不是变成种族斗争？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的难看的地方在这里了，就是说那些抗议的民众啊，他们并没有一个明显的领导群出来啊，比如说是反对运动，哪一个反对党啊，或者是海外有哪一个流亡政府啊？那如果是巴勒维，那对不起啊，他在伊朗一点正当性都没有啊。巴勒维在1979年就被赶走的家族啊，那个王朝这46年来对伊朗做过什么事？所以我觉得川普的难为是在这里。那你总不会绕到说，美国的飞机进去，然后就烂炸一番，那就走了。那人家就会觉得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啊？那或者难道你要把那个总统哈米尼斩首吗？有意义吗？好，那就算你要斩首那个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了啊，然后呢，你斩首了一个84岁的老先生有什么用？那个宗教教士团他们也有新的领导群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的难为是在这里，就是说你要开战，坦白讲，以色列也打不进去啊。以色列距离伊朗有1300公里，那怎么打？所以你也不可能有地面部队。就有人说过了，说如果美国真的要打伊朗，你地面部队要上去了。那以伊朗的面积啊，160万平方公里啊，人口9000万啊，美国要有一个像样的一个局面，至少要登陆5万人啊。川普怎么可能愿意打这种仗？所以我觉得现在有点骑虎难下了，就是前面以为这个抗议的民众啊，会越来越大啊，那没有想到这个革命卫队开始镇压之后，没有错了，死了不少人，对，可是就没气了，就那个抗压的民众也没有，你要知道，比如说1979年那一次是从学生抗议开始的，接下来是总工会罢工，连续4个月。那搞到美国政府对巴勒维就开始保持中立了，那而且很明显嘛，那个学生后来很多人都变成伊斯兰的那个学生，就圣教士啊，然后要欢迎那个海外流亡的赫梅尼回来啊，那个态势很明显嘛。后来那个赫梅尼回到伊朗机场去迎接他的人超过100万人，所以那个是一个有明显的理念，然后后面不是背后就是那个激进的伊斯兰的力量嘛，而且领导人也非常的明确，美国现在不知道他在支持什么，他只知道民众对既有的政权不满，不满的事情呢，这个世界可多了，这个我们现在全世界大概有60个地方有类似的不满政府的运动了。那为什么你要打伊朗？你讲不出一个理由啦。是他有种族灭绝吗？没有啊，他们有针对库德人啊、亚塞拜然人做了什么特别的行动啊，或者用了这个非人道的手段，比如说用化学武器啊，等等等，没有啊，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引发不满的政权啊，这种政权啊。我坦白讲，这个世界上几十个啦，可是都不一定会有结果啦。其实你回去看自己的委内瑞拉反对派也没上来啊。你只是摘掉一个马杜罗，现在是保守政权跟军方还是联合执政所以我觉得川普现在真的是骑虎难下啦，把话讲太高了啦。那也觉得那个接着来示威的那个群众的运动，没有预期的这么声势那么大了。那巴勒维好像说，有人支持他回去，现在也没有任何后续消息啊，所以有点卡住了啦。所以现在川普到底该不该下手？就是因为他打了之后，下一步是什么？就要撤了吗？还是怎么样？没有人去接手这个政权啊？我们请教李胜峰委员。我们对伊朗的认识，大部分还是都来自于
西方霸权的话语权所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什么又是路透社啦、法新社啦、美联社啦，除了这个之外啊，我们能得到的信息有限。应该多多去看看半岛电视的角度，它可能跟我们的看法不太一样。从半岛电视的角度来看，从阿拉伯的角度来看，他们根本不希望美国介入到今天伊朗的事。伊朗的情况要怎么解决？伊朗本身去解决。我们先来看看，先看一个外在形势，再看内在形势。对伊朗，我本来也没有多大的了解，因为最近呢，是稍微去研究一下，才发现蛮值得可以跟大家交换的。首先呢，要看到的是这一次的颜色革命显然没有成功，而支持神教集团的、支持伊朗政府的力道现在出现了，而且是上百万人的出现。可是这个出现就代表 OK 了吗？也没有，因为它还在断网。断网的意思就代表什么？表示政府是没有信心的，而且怕人民反对人民来集结的。那就这样子。那么所有的反对运动只有一个诉求，讨厌、不满是不够的，需要有一个领袖。当年打倒巴勒维的时候，有科梅尼这个领袖。现在似乎这一场运动里面呢，看不到领袖，那么美国也扶持不出来。巴勒维的公主就连西方都不看好这个家伙。那而且他那一天接受访问，我看讲一大堆就讲我也看不出、听不出他对伊朗目前的局势，他有什么仙丹妙药？他唯一的仙丹妙药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伊朗说你回来吧，大概就这样子而已。那是你回来吧，是代表了多少？是一种不满情绪下的期待，或者真的相信他有能力。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把他给推完了，搞得会更糟糕。所以现在整个的中东的环境里面，显然不希望美国插手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那伊朗本身呢？伊朗本身呢？我怎么看？怎么像满清末年，非常的像。现在什么都具备了，只少了一个孙中山而已。为什么呢？首先呢，来看看呢，哈梅内伊我怎么看怎么像慈禧太后干了30年了还不对。那大家都怕他，就是就像慈禧太后一样，真的很像。但是这个王权在腐败中，他也没有办法。然后那个总统呢，总统是不想走这个哈梅内伊的路线了，想走事实化的路线。可是今天他不依附于他又干不了总统。你不像光绪眼相吗？就想改革，可是没有办法，他连康有为都还找不到，对吧？然后呢，这个议长是大家知道吗？有名的了。这个呢，卡利巴夫是前伊朗人认为就是贪官。那他呢，靠谁贪？他是靠这个哈梅内伊没有他干不下来。他有点像这个小李子就宦官集团一样。借着他大捞特捞，那同时呢，又有一点像庆亲王就借机大捞特捞。然后呢，这个革命卫队是一个奇特的东西，就像金华一样。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国家滋养的，它是自己经商来养自己的部队。一个靠经商养活的部队那你看怎么办？你看所以这个国家呢，真是散架了，是少了一个孙中山，但绝对不是靠美国。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聂建中老师。OK， 刚才两位都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这个川普他虽然讲出了未排除美国可能采取各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这个机会并不大。好，那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可能的情况就是，OK。那个最主要就是你今天要做一件这个动作呢，我觉得要师出有名，这非常非常主要。还有呢，我们也看得出来，这个川普呢，他是一个利益挂帅的一个这个商人性格。那没有强烈的利益的吸引，我觉得他也不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那委内瑞拉不一样，那前一阵委内瑞拉他做这样一个算是成功之举的一个这个跨国的元首绑架案，那因为有很大的利益，甚至不只是这个所谓的石油未来的这个经济利益，还有所谓的国际角局之利益。可是伊朗呢，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之前呢，刚才讲到这个 GBU 57这个专利弹在这个6月22号去年
川普呢在加拿大开 G7 会突然跑回去，说2个礼拜要打，结果2天就去攻的这个弹，那时候还算师出有名，因为以伊的战争呢，那时候呢实际上有一定的这个进展，而川普呢这个跟以色列大家也知道那种友好之关系啊，甚至把那个阿兰雅胡当做自己的这个孩子那种对待的方式呢，就这么的照顾的方式，当然就会我就把它叫做师出有名啊哈，而且呢，当然。这时候呢，他还不能随便打的原因，当然刚刚主持人讲到，伊朗的军事实力虽然呢，当然老大绝对是赢他，但是他也不弱哈。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他如果真的要反击的话呢，川普呢，他可能呢也会怎么样受到一些所谓的很多负面的这个 impact 的影响。这影响不只是美国境内自己，甚至他的一些友邦，甚至即便是伊朗的一些敌对的中东势力，也可能会受到牵连。比如以色列。可能就会是一个很担心，突然这个伊朗真的火大了，所做一些这个对这个川普呢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哈。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当然他们讲出这个也不无道理啊，这甚至不无可能啊。什么意思呢？就大家知道去年这个7月13号不是那个子弹穿过耳朵的一件事件，虽然有一个地方我其实蛮欣赏川普的，他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冲出这个他的护卫队这个保护他之下，告诉大家说。fight， 我想一般人不会是躲起来。这一点精神我是欣赏，但是你知道，你这种精神更危险啊！没有说，人家说这次可能就不会这么的这个失误，可能会比较精准了。这个必须让大家了解一下，其实美国的历史以来有多少次的这个总统呢，都是因为一件小事件得罪了某些人，就被这个暗杀了。这暗杀呢有成功有不成功，我相信大家都看到很多，甘乃迪就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哈。那这件事件呢，当然我不知道伊朗他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川普他听在耳里会不会有所谓的担忧啦？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呢，从某些角度，川普可能会没有办法完全师出有名之下，军事行动应该不会做。但是我觉得有一个他们比较最厉害的地方，整个美国在全世界所制造的就是情报的一些这个动作。情报呢不是光做这个收集情报，我觉得做假情报最厉害，也就是比如在敌对他的一些，他想要这个打击的一些这个势力呢，去放了他们的 CIA 的一些情报的这个一些运作，让这些反对势力把他想要拉倒的这个团体拉下来。他做了太多次了，甚至反送中这个香港也是这样子啊。当然我们看到了这个这次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元首被绑架案也是这样，他也是用 CIA 去买收了他们的这个护卫队。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可能会比较大。当然，伊朗的事件的确是像主持人讲的，是的确蛮紧张的啦。不过后续如何，我们可能还要继续观察下去。好，不过评论都说，其实川普本人是非常想打，都被这个白宫的团队给制止啦。但川普不只想打伊朗，他更想要拿下格陵兰哈。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格陵兰对美国推动精穹防空与战略防御体系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呢，如果是由美国掌握的话呢，会使北约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更具威慑力。但是美国民调呢自己是不太挺的哦，只有17% 的这个美国民众支持。好，这个是易索普的一个最新的民调，说呢赞成川普收购格陵兰的美国民众只有17%，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还是反对去运用军事力量来并吞格陵兰的。而现在呢，格陵兰的副总理也出来说了，说呢会有更多的这个北约部队前往格陵兰，像是法国、德国和北约国家呢，稍早也一样表示了，说会参与这一项派往这一个丹麦自治领土的欧洲的军事任务。好，但是呢，这些北约的成员国要去护格陵兰，川普当然是没在怕啊。他说不排除呢，我要去脱离你北约，因为我就是想要取得格陵兰。而且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北约完全就是靠我们美国啊。好，他说没有美国的话，北约什么都不是哈。他说从军事角度来看呢，如果没有美国的一个庞大实力，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我在第一任期建立的，现在是提升到了更高水准，那么北约就不会是一个有效具威慑的力量，差远了。所以没有美国的话，你北约什么都不是啊。所以呢，我要脱离北约，或者是你们这些军队要来格陵兰呢，我都没差。好，而这个丹麦是怎么样呢？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
他说呢，这个要与美国就格陵兰问题存在的根本性分歧，要继续来组工作组来沟通啦。哈，这个是丹麦的外相说的，说呢希望决定一个高阶的工作组来探讨能否找到一个共同的前进方向。好，那你就慢慢找吧，因为这个川普的态度那么硬啊，你好像也是束手无策嘛。那丹麦的这个防卫大臣则是说，将要推进在格陵兰有更大规模、更加常态化的军事存在，未来还可能会有其他国家参与。但是有一点讽刺以前的北约呢都是一起要来防俄罗斯，现在这个北约的集结国家竟然是要对抗美国吗？那北约还存在吗？好，至于已经这个下手的委内瑞拉川普也首度跟这个临时总统来通电话了，讨论的内容是什么呢？包括了这个石油、矿产、贸易，还有国家安全。而现在美国出售委内瑞拉的原油，首轮交易呢也已经进账了5亿美元。好，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像是委内瑞拉格陵兰还有伊朗关税这个地缘政治的策略师就说了，其实这通通都是美国要去禁止中国的稀土垄断。好，他说美国就是不想让中俄伊在委内瑞拉运作，他不想中国在格陵兰有经济影响力，同时呢，想要去对抗俄罗斯推进北极，想要削弱亲美金和莫斯科的伊朗和委内瑞拉。好，但是呢，你中国真的有被伤害到吗？现在呢，这个华邮报道呢，北京有一个新的盘算它呢已经不再寻求短期内在该地区取得新进展，相反的呢，中国决策界的论述已经转向一种潜在的交换条件，那就是你西半球归美国，那么台湾海峡就归中国了。好，有这个可能吗？美国媒体呢赶快出来灭火，说川普有可能与这个中国、俄罗斯达成重大地缘政治交换，但至今是没有任何的具体迹象显示他真心准备为此付出实质让步的。因为美国在欧洲还有东南亚的军事存在都没有明显的实质性缩减，显示美国还是牢牢维持其区域的影响力，所以中国的算盘呢也不用打得太响亮啦，因为呢这个全球的利益都有地方可以捞的，只掌握西半部的话，可能对川普有点不够我们来请教亮哥。这个丹麦现在就是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北约部队进驻格陵兰那这样美国真的就很难办了，因为基本上格陵兰有自治法，它可以推动公投独立那公投独立之后，可以再跟美国商量要不要建立自由联合的关系等等。可是这个时间推论下来，大概总的大概要半年左右我感觉川普有点等不及了。我们像这样一路看下来川普对一个国际问题，他的关注度很少超过3个月你刚刚现在还有在谈乌克兰吗？没有没有在谈乌克兰发现推不动就算了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他只要碰到阻力，他很容易退却，他并没有所谓的核心中的核心比如中国大陆在讲台湾我甚至怀疑他在委内瑞拉是不是这么在乎了。委内瑞拉，请问你有派官员上去吗？你有派占领部队吗？那如果委内瑞拉接下来你发现那个你可以掌握的石油怎么那么少，你还会有兴趣吗？美国的石油公司拒绝投资对他说要建立合法政府我们才要进去。你川普有能力建立合法政府吗？事实上，如果是这个代理总统这种过度暂停的状态，对美国来讲是最方便上下其手。如果你真的发动改选，万一又是保守派赢怎么办？你以为反对派一定会赢吗？不一定而且这个军方石油的利益怎么可能你说了就算？你要卖，到时候也要看实际的利益分配我觉得中国大陆像这个在评论就是说中俄要用那个势力范围来分这个叫做想太多了。我跟你保证，中国大陆对南美洲的利益完全没有要放弃的，因为你根本还没有
侵犯到他的利益嘛。比如说中国大陆，它的那个油田啊，还有它的电力建设啊，难道美国没收了吗？还没啊。是啊，现在就只有你油暂时不准出口到中国这样而已啊。那中国大陆也不急啊，因为中国就独立找不到买家。我那时候它的油啊，75%是卖给中国如果中国不买，你美国去找买家嘛？难道你美国要搞到这里吗？我那时候它的油是重油你以为是一般的轻油啊？你以为买家那么好找啊？你怎么不去想自己的大豆啊？你自己的大豆找了半天就找不到买家啊？那现在我那时候的东西你又不卖中国，那你能卖给谁啊？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不是放弃了，中国大陆是在那边看你到底要干什么了。我讲白了是这样了，不然他为什么不去搞哥伦比亚，去搞古巴，不是顺理成章？坦白讲，一个委内瑞拉就够他头痛了啦，还搞什么哥伦比亚，还要搞墨西哥嘞。我跟你讲，真的要去反毒，真正的重点是墨西哥啦。对，你去看他做了什么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瞎吹牛啦。真的要落实的时候，我觉得中国跟俄罗斯就在旁边看你多厉害。说要打伊朗，吹到现在还不敢打。你委内瑞拉也不敢派部队去占领。也不敢派几个官员上去，表示要接管政权，你怎么可能落实你的目标？所以现在就看这个格陵兰你要怎么落实了。好，请教盛峰委员。我们接下来来看委内瑞拉的油要卖给中国，那假设不是假设，真的进行中，中国说我现在先不要。对啊，不，那就说这真的，这不是假的。我讲他现在等一下我们可能会谈到的，跟加拿大已经签长期约了，是吧？因为他的那一些茶壶工厂啊的这个油厂，这是民营的，就是专门在提炼这些重油的。对，加拿大是第一啊。他是最大的。那所以你要来那老公说这样子，我定位的对象还不稳定，稳定了我们再来。他并没有说不要啊。那你怎么办呢？那当然可以了，因为他德州也有重油的这个提炼厂，就让他自己去搞吧，看他合不合算。美国呢，现在被川普啊，可以玩垮。我不骗你，美国社会玩垮，那个社会被搞懵了。这怎么搞的？我这个美国社会怎么跟我过去所习惯的美国不太一样？那世界呢？世界被川普搞乱了，这大概是一个特点。美国被搞垮，社会会被搞乱。那当然，舆论界也很高兴，因为天天有消息，大家天天有评论。那怎么办呢？我没办法怎么办。不过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他讲的很多不是实话。比如说，中国对格陵兰有野心，这我倒第一次看到。真的，平常现在把格陵兰要送给老中哦，老中要谈个茉莉心。对呀，我怎么去搞来？因为我的地缘条件了嘛，差那么远。对，你说那一块送给俄罗斯，俄罗斯说还可以，可能还可以啊，下去一点而已。所以你要是讲俄罗斯，还有点像讲中国会去对寄格陵兰。这个怎么听太远了，怎么听怎么怪啊，怎么听怎么怪。好，不止如此，我也必须笑欧洲啊，是面对川普的压力是无能为力的欧洲，欧洲只能讲一张嘴，真的什么都不行。因为欧洲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一个没有办法思考不要美国的欧洲就没有能力对抗美国；一个没有办法思考放弃美国的欧洲就没有能力对抗美国。为什么？因为从二次大战在80几年，习惯了吃这个奶水，已经吃了几十年了啊，吃得很安稳，而且吃得很安定，靠着美国来认为想象中的敌人的俄罗斯，当年的苏联，他保住了自己的安全，结果发现俄罗斯的安全威力倒不见得感受到，美国的威力倒来了，而且来到不可处理。我们现在想一想，他为什么会拿格陵兰不可？事实上，美国所有要在寄予格陵兰所要拿到的资源也罢，所要拿到的战略地位也罢，都不需要占领格陵兰，就轻易拥有。在这之前，他不是驻军的1万多吗？对吧？在这之前，他跟
俄罗斯也跟丹麦也好，跟个签订个合约，然后要取得那边的矿产资源，有困难吗？他要在那里部署军队、部署战略，有困难吗？我们想想看，一个不需要靠占领可以达到一切的目标，为什么会占领不可？就是满足他的什么好大喜功的野心嘛而已嘛。就告诉人家，你看我选上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要革命蓝，你们说我是笑话，我做给你看，我能拿得到。那假若一个国家的战略目标，最后存在的只是这一种满足个人的野心呢、那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讲，美国会被他玩垮，世界会被他搞乱了，真的是有他的道理是所在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欧洲的问题也罢，看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最后我们可以讲，绝对不是问题的结束啊，是问题的开始啊。他要怎么把这一场收拾下来啊？没有那么容易。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台湾的问题非常的谨慎。很简单了，一句话就可以打。那下一步呢？下一步呢？所以别忘了，军人只负责把它打下来。那么政治家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要打？打完以后怎么办？显然他没有想到打完以后怎么办。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聂老师。OK， 我觉得中规一句，全部都是因为中国崛起太快惹的祸。那么在川普 1.0 版的时候，中国制造2025 China Creation 2025里面强调了科技的工业化，还有资讯化，那两化，然后3步走，25、35、45到2045之后要成世界第一制造强国。然后呢，有9大任务以及10大领域之后被美国看穿之后，川普 1.0 版马上在这个2018年3月20号打出了所谓的川普那个当时的贸易战。这一次呢，我这样子讲，这是我的分析啊，川普他怕到了极点了，因为所谓的大国角力就是龙鹰之争嘛这个龙真的很隐性，是藏在海中的一个角龙，而这只老鹰天天在这个天空上又叫又喊。可重点来了，这两个都在比智慧，但是呢，有一个智慧是显性的，大家已经看得非常清楚。所以我前年底11月在这个刚好在广州的时候呢，看了一个他刚好选上第2任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一个这个北京的心理学专家说，太好了，川普上来，他要表现什么我们都看得到，找个心理学专家跟他斗就会赢了。这件事情现在慢慢展现，就是我们的对岸呢，现在潜在这个深海中，一直在观察他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说他只有一件事，就是怕中国的崛起？我们看他做了多少的动作，哪一个动作不是跟中国有关？之前有巴拿马的问题嘛，李嘉诚在那里不是有船坞等等的。因为他只要把巴拿马这个运河拿走之后，就可以砍断这个中国的部分的经济命脉。现在呢，各位非常清楚，关税最后打到最后，不是他最主要的对手，还是因为中国。但是要不是中国所谓以牙还牙、奉陪到底，又用稀土、又用锂电池等等来跟这个美国对抗，他基本上已经把他打趴。后来他发觉不对，对手的拳头怎么比我还硬，比我还强，他开始呢要斩断他其他的手。其他可以帮助他的手，各位去看一下，委内瑞拉是属于他南美洲。我们知道 OPEC 12个国家，只有1个国家在南美洲，就南美洲的委内瑞拉，5个在中东，6个在非洲。他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会有所谓门罗主义先变唐罗主义？他就学门罗这一套啊，以前告诉欧洲，现在告诉全世界，美洲、南美洲、中南美洲都不要过来惹我，这是我们的。其实不是，他是知道，因为中国已经在几年来、11年来，已经深入的守在他的后花园，不管是未来还有巴西，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包括墨西哥都有机会可能被制裁。他委内瑞拉是最明显的，在石油甚至早期就用人民币做石油清算，这是会打击美元化的人。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所以他必须打他。那我们讲格陵兰，其实一开始他就喊出来了，为什么？他科技部门告诉他，未来我们制造所有的东西需要稀土。美国只有180万吨的稀土，格陵兰有150万吨，跟它相当，而中国呢，却吓死人的有4400万吨，你怎么抵？所以我觉得他讲到这个，是因为他想拿格陵兰是为了稀土，但是他为什么会讲中俄会拿去？因为他怕，因为他知道那中南美洲中国的势力都接近进去了，他也怕格陵兰再进去，稀土又被他拿走，他已经怕到极端了。那伊朗也是一样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中伊的关系不管它的基建。它的油的这个互通，甚至军事的一些互动，
我跟你讲，美国怕他必须把他，也就是他认为最大的敌人，他最担心敌人旁边的所有可能协助他的手，一一砍掉。这是川普现在要做的，看不清楚吗？就这么明显，他所做的每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那各位去分析一下，还有哪些国家可能跟中国会有一些友好关系，或者是能够帮中国加分的，大概未来都会被这个川普算计到。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日本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知道啊，就除了跟这个川普跟这个中方在对抗之外呢，现在日方也是哈，现在高市早苗是要求这个中方加强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措施，仅针对日本，他要求中方要撤回，但是啊。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发言人说不予接受，而且他还很呛哦，说中国对日本采取的有关措施根源就在你高市早苗的一个错误言行，日方呢你是心知肚明的。好，现在这个两边的关系还是一样，不让你去出口这个关键物资。而现在来看到啊，这个1年1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啊，会有超过130个国家3000多名的代表出席。好，那现在呢，他们讨论的议题啊，竟然是要如何应对川普版本的门罗主义，也就是唐罗主义。而这个重大的盛会呢，美国也要率团，成员包括了国务卿卢比欧、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还有辉达跟微软在内的高科技巨头的高管，通通都会去听他们要怎么去评论美国唐罗主义啊。但是啊，现在呢，这个美国自己的问题呢，还有这个关税到底合不合法的问题哈。原本呢，这个关税的最高法院就要去宣布裁决这个川普关税有没有合法，但是呢，今天是没有发布的，但下一次的发布日期呢也没有宣布。但是关税啊造成了其他国家的影响，原本是说要去制衡中国，结果中国好像真的没差因为呢，中国大陆的海关总署在14日公布说，2025年的全年贸易顺差达到了1兆1890亿美元竟然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怎么会你关税越课，我这个顺差越多呢？因为啊，它虽然对美出口下滑了2%，但是啊，对非洲出口暴增6%，东南亚国家也成长了13%，那么欧盟增加了8%，拉丁美洲成长7%，而且呢，中国2025的稀土出口量呢也攀升至2014年以来的新高。因此，《华尔街日报》就认为啊，面对美国的高额关税，这个世界第2大的经济体是依然保持韧性的。而且呢，就算你这个关税战也好，科技战也罢，中国都很聪明，知道要自立自强。即便你川普政府已经宣布呢，有条件的核准辉达儿取200晶片输出中国，但是呢，中国海关是同步通知报关业者，暂时不准进口。官员要求本土的科技公司，如果非必要的话，不准去采购。那么市场就解读了 H200正快速的从商用运算产品升级为中美科技产业博弈的一个核心筹码。分析师指出了，此举很有可能呢，就是北京在美中贸易战停火期间，为川普4月访中会晤习近平前的一个施压策略啦。好，那么现在中国啊要摆脱美国的制衡呢，不仅仅是这个晶片不用你辉达的，好，现在也要跟加拿大来搞好关系了。来看到加国的总理呢是率了5个部长来破冰访中，这是这个至今为止加拿大总理啊他出访规模最大的一个部长级的一个代表团哦。那个办公室就表示了，此行呢会聚焦在能源贸易还有农业国际安全等等的议题。而且可以看到啊，加拿大总理卡尼他一下机呢，就马上就跟这个中方的方面来进行开聊了，真的是一刻都不得闲哈。而现在消息人士也称除了呢他们要讨论呢要下调对中国制电动车的关税之外呢，中方还在会台中要求加国呢要降低对其他中国工业产品的关税。而中国大陆去年呢对加拿大的贸易量其实是下滑的，路透就说了，这就凸显了呢，北京其实是握有相当多的这个经济筹码哈，这就显示了这个北京对渥太华握有很多的经济筹码。好，我们知道北京的筹码其实一直都不少啦，包括呢你对这个日方呢2项关键货物这个稀土就可以让日方呢被掐住了。我们请教亮哥。其实中国大陆本来以为在釜山会谈之后，跟美国已经进入战术休兵嘛。可是川普的状况还是不断这个当然这个有2件事都是新发生的啦。
在釜山会议之后，第一个就是对台湾的军售啊，军售的数量，还有海马斯卖了82套，还有这个300公里的导弹卖了425枚。那中国大陆认为这个是严重违反817公报啊。那第二个就是委内瑞拉了啊，所以以这样的情况，中国大陆当然对美国还是不能放心啊。就这个国家啊，说翻脸就翻脸了，所以没有闲的空间了啊。所以坦白讲，它还是这个贸易顺差为什么可以将近1兆2000亿？就是它市场多元化的成功嘛。那这个当然还是会继续作为筹码。其实我跟你讲了，中国大陆就是算最坏状况，就跟美国真的脱钩。他们都是这样用最坏状况来想的。比如说，为什么 H20又不放了？因为他们就是要建立自己的 GPU 的整个系统，啊，那没有错了。这个时候让 H200进来，对中国是个短暂的利多，可是可能会妨碍它长程的目标，那在美国还没有完全稳定之前，我觉得他不会轻易的就认为科技战结束了啦，啊，比如说今天还在那边，美国还在那边说啊，说 H20啊是台积电制造的，台积电H200做出来之后要送到美国核实，看是要卖到中国的哪里，绝对不可以流到中国的军方、军工企业。我的老天呐！台积电做完 H200，还要送回去美国，给美国不知道哪个实验室啊，来判断你要卖给谁。今天就传出这个新闻啊，然后还要课税，就是25%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说美国这个国家，我觉得中国大陆绝对没有那么大意放心的啦。加拿大当然也是啊，加拿大就是一个说翻脸就翻脸的国家啊，完全不可信任。我讲白了，这种交易啊，顶多1年啊，你一点寄望都不要。加拿大的出口72%到美国，你就知道它是什么国家了。如果不是碰到川普，我跟你讲，他早就跟中国翻脸了啦。加拿大到现在还没有那个中国的电动车啊，为什么？因为它比照美国嘛。欧洲不一样啊，欧洲在谈啊。那现在不是刚通过一个妥协案，说要让中国直接定自己的最低价格，不要用关税啊。所以我是觉得加拿大这种访问啊，你不要说它是破冰啊，这个叫做没办法的办法了，无奈去中国了，因为他碰到川普嘛，所以只好拿中国来垫背一下，这样而已了。好，真的是好多国家遇到川普都没辙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美国的关税真的是越克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竟然越高吗？我们请教盛峰委员。是，美国的关税越苛，中国大陆知道不能依靠于美国，就把它的出口全世界多元化的果真的全盘的发展起来，给台湾一个警惕和教训。我们不是讲不要全部放在一个篮子吗？不要再西进，要往南进吗？结果南了大半天，还是大部分在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所以我们是收得多做得少。大陆是说到做到，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H200的这一个芯片，也是同样的告诉你一个例子。其实这只是芯片，政治上它还是如此。我觉得大陆这几年最大的转变，不管在科技的芯片或者对台的政策，这个转变是什么？从寄望于，比如说两岸是寄望于台湾人民，然后呢，芯片呢，这寄望于美国能够松手，到现在它已经改成我制定我的规则。那壮大我自己，按照我的规则按部就班的去做，所以他已经你知道这一种像 H200 类似有一点讨好，跟类似有一点对黄仁勋做交代的事情，对中国大陆讲起来是不识差来死的，已经不是这样子了。所以我自己呢，按照我既定的方向来走，你
不能给我高阶芯片，那我用电力的补偿价差来解决这个算力的不足。那么其他我用时间来让我自己来赶上这一个的进度，所以已经不一样了。再过来呢，就是跟加拿大之间呢，加拿大之间我同意西方的立场态度。今天之所以大方的找到了中国来是什么？就告诉美国说，你不要以为我只有靠你了，我也有中国了。应该这样的表态比他做下这样的决断是更为实际的那今天呢，不要说什么，这个整个的加拿大的原油，本来卖给中国大陆是属于呢现货市场。所谓的现货市场是说我需要我才给你这些拿。那现在呢，跟加拿大之间可能会变成了这个期货就是这个企业市场了，产业企业市场，因为它的整个的油管已经拉到了西岸来了，所以从西岸呢拿了这些种植油厂，满足了中国大陆很多的这个茶壶厂这种民间的这个炼油厂，它可以充分的让它去炼油，这个对中国大陆讲起来也有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这一签约变成了签约之后那对加拿大也好，对中国大陆也好，所以同时美国想要委内瑞拉来控制中国大陆也好，大概呢对中国大陆来讲，这是一个好的选择。所以既然人家要来了，来者是客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国的唐罗主义会成功吗？中国大陆反而是顺差越来越高了。我们请教聂老师。对的，这个川普这个一辈子在商业上打滚，那么非常了解商业供需的人，那他知道美国是一个 big buyer 大买家，世界最大买家，他就异想天开的要用关税来打击这个对岸。没有想到越打对方越猛。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的对岸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弱小贫穷的这个我们讲那个当时的中国。现在中国已经到了有一定的实力，一定的权柄，它的东西制造出来的不是好就是便宜，成本低 ，quality 高。这时候呢，他要找他买的人可多了，所以呢，他就在这个时候呢，把它 shift 到了其他地方，到了非洲，到了这个东南亚，到了中东各个国家，使得它的贸易极为畅旺。去年突破1兆，成为历史以来的新高点，这个真的跌破了美国的眼镜。第二个，科技更可怕，各位。才1年多前其实川普才上任1年，这个世界已经非常精彩吵闹，而且已经感觉过了好几个秋，有没有？可是你知道1年多前，中国非常积极的想要 H100， 到处找人去私底下抓不到 H100， 结果美国非常聪明，说，我们放一个简单的给你，叫什么呢 ？H20，算力，这个少了很多嘛，这样子的话，这样可以了吧？结果不对呀。现在 H200他都不要了，为什么？H200是 H20的算力6倍呢，在去年底都还想要 H20，为什么不要？因为中国崛起太快，连科技崛起都太快。你看，光华为里面20几万人。